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完全测评，按照大家的要求，是给大家带来了所有泽塔奥特曼的 SHF。泽塔产品线的价格其实并不怎么夸张啊，这边11盒总共是花了老牛2500左右，均价200多一盒，在 SHF 线里面算得上是比较亲民的了。当然，抛去价格以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这边老牛就带大伙儿一起看一下这个泽塔产品线究竟做的怎么样吧。当然，视频开始前还是希望各位能够3连给老牛回口血，2000多的支出还是非常肉疼的。同样的，下期各位想看啥产品线，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老牛把病完全养好以后呢，会加快更新频率，下期完全测评会很快和大家见面的。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那么首先呢，我会选择带大家看到这个阿尔法装甲的 SHF， 这玩意儿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是一盒非常标准的大白菜。内容物方面，纯纯就是一个手型战士，没有任何的亮点。我们重点看一下它的主体表现吧。这玩意儿的素质咋说呢？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平庸。外观方面呢，其实我认为体型以及还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整体身上的一个漆面效果发色，特别是银色的部分，我认为还算是非常优异的。但裤衩和大腿根这一块呢，是用到一个成型色。整体的质感方面是油光发亮的，给人的感觉非常廉价。不知道这点是不是致敬他的师傅啊？另外，剧中的皮套泽塔的眼睛部分是有做出闪闪发亮的，类似于碎钻一样的效果。SHF 只是做出了一些纹理，但是和剧中的效果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其实想还原非常简单，我看有些手艺人往里倒进去一些闪粉啊，就可以完美还原出来了。总之，泽塔产品线基本上都是没有钻石眼这个效果的，还是非常可惜的。这款产品的可动性表现也可以说是致敬他的师傅，需要的可动性真的相当感人，上下左右以及转动的幅度相当小，大腿根没有任何下拉的幅度，侧面的装甲又过于凸起，你只要把玩这一块，基本上可以说是100%掉漆的。这两处真的是和他师傅赛罗完全一样，真的就是传承来的。所以各位也能想到，这款泽塔整体的可动性也是好不到哪儿去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很注重把玩的话，这款产品是会让你失望的。把玩体验方面真的相当一般。然后泽塔产品线里面的胸灯发色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子比较偏粉的这么一个效果，给大家简单过一下。下面我们看到这个半年前出货的新生代之星版本的阿尔法装甲，这款主体方面与我们刚刚讲过的出版阿尔法装甲区别就是它的颜色会更加深。这两者配色方面，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目前出版的价格现在是在150左右，然后新生代之星版本也可能也就贵个10块20块的，但是我还是更推荐购买新生代之星版本的，它的颜色会更加深，多数人会更加喜欢是一方面。出版油亮的地方它喷上了消光，虽然说还是有一定色差，但是质感会更加好一点，这是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它的配件方面，比出版多一对手型，还多一个特效键，我认为这就很重要了。当然这个特效键并不是新规的，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会细说。我们直接看到下一盒吧。2021年会场限定电镀配色泽塔阿尔法装甲，看过赛罗那一期的应该对这个销售模式并不陌生，本质上就是喷了一层金属漆，又喷了一层光油的这么一个特殊配色版本。只不过这种反光的质感，大家会俗称它为电镀色，所以说就叫它电镀泽塔。只不过它的工艺和电镀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这个系列明年3月还会出一个电镀色版本的原始形态，只能说确实是活得够长的。那么这款产品在拥有这个特殊配色加持的情况下呢，效果我认为也确实是挺不错的。目所能及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涂装，而且质感表现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可以拿之前讲过的电镀赛罗来做一个质感方面的对比，我个人认为这回泽塔的表现是要更加好的。那么我们拿出原配色来对比，各位会更喜欢哪一款的质感表现呢？这款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就是第二层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效键，配合支架就可以摆出必杀状态蓄力的效果，我认为做的还是非常有张力的。而且这个特效键是这款产品所独占的，没有说同模换色到其他产品里面，所以你要是喜欢的话，只能去买一个这个电镀泽塔。不过好在价格没有说特别高，现在200块钱就能买到一盒全配无损的。下面一款没错，还是阿尔法装甲，这款是以一个一番赏必赏奖品形式发售的阿尔法装甲，整体各位也可以看到是这么一个彩透的效果。内容物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没有诚意了，相较于出版原色版本，手型方面是阉割了一对，主体方面相较于原色版本来说，感觉上会廉价不少。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彩透的效果能够看到里面的内构，感觉塑料感很强；另一方面它相较于原色版本来说是阉割了很多蓝色线条的涂装，这样子相较于原色版本来说会感觉缺少一些层次感。所以说这东西我认为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只能算是原色版本的下位替代，但是目前这玩意儿的市场价是不比原色版本便宜的，要150-160的样子，所以说没啥特别的需求，就完全没有必要买它。那么我们拿它和之前讲过的彩透版本的赛罗来对比一下，各位会更喜欢哪一款呢？那么下面一款没错，还是阿尔法装甲，还是彩透泽塔，这款是一番赏里面的最终赏，那么它和必赏的彩透泽塔有什么区别呢？内容物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
些，还是那点东西。主体方面就这么看的话，也是看不出区别的。那么它们究竟差在了哪儿呢？什么是闪粉？它加入了闪粉。相较于 B 赏的彩透泽塔来说，它里面加入了这种反光的小颗粒，这样显得非常高级啊！不愧是最终赏，当时抽到这个的人，想必一定会很开心吧？那么这个系列的老观众已经猜到我要干什么了，没错，就是把所有的泽塔、阿尔法装甲、SHF 都放到一块儿，依旧是万代同模换色这一块啊。阿尔法装甲这个模具，它能出5款不同的产品，圈5份不同的钱，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万代啊。那么下面一款就是泽塔原始形态的 SHF， 这款的内容物方面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没错，这个特效件呢，就是同模道新生代之星版本泽塔阿尔法装甲的那一个。这款的表现，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全上下呢几乎都是用到了一个涂装，还原度方面，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不过和阿尔法装甲一样的，钻石眼这个特点依旧是不怎么突出。可动性方面呢，差不多也就是那样，不过没有阿尔法装甲那么容易蹭漆。那么目前这款的一个价格呢，是在200块左右。这个泽塔的原始形态呢，还有一个天梯限定的 BS 版本，价格是在170左右。这款产品是阉割了非常多的一部分配件的，很多手型以及说一个特效件。然后主体部分的表现的话，可以说是相差无几。我如果不说的话，甚至看不出来哪一款是哪一个。如果不在意那些手型和特效件的话，便宜几十块买一个这个版本也行。那么下面一款看到这个泽塔产品线，我最喜欢的产品贝塔冲击的 SHF， 这玩意儿是真的又便宜又好玩啊！200块钱的东西，内容物方面琳琅满目的。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主体表现怎么样。Ultraman Ace Tattle。Oh yeah，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肌肉感的皮套，同风格泰塔斯太贵，暗耀素体又太老，这款我就感觉刚刚好。虽然说身上躯干部分大面积是比较难看的这种成型色，质感上会比较廉价，同时还有关节下半身比较松软的通病，但是200块它能让你玩的爽。特效件方面有附属这么一个能量球，上面有做出白色到紫色的这么一个珍珠七渐变效果，装在人偶上面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效果。里面还有附属这么一个捆给阿尔法装甲使用射线的这么一个替换头雕，直接插把脑袋替换即可，非常方便。装上去以后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上面有做出一圈圈能量缠绕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附属一个非常大的断头刀特效件，需要搭配里面附属的底座来使用，这个真的效果非常好。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出艾斯放到旁边来跟它共鸣一下。总之这款贝塔冲击的 SHF 玩法方面我认为是真心不错，价格也便宜，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购入的。那么下面一款吓我一跳，我释放法术伽马未来的 SHF， 老牛的入手价是340块，在泽塔产品线里面价格算是比较高的啦。这款的外形我认为做的还是非常帅的，全身上下的涂装相较而言其实还是稍微有些复杂的，这款处理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了，我这只也没有什么溢漆之类的，整体的质感表现我认为也是很过关的。外形方面我比较介意的一点就是感觉这个窥孔画的有点难看，可以看得出来离眼眶下方还有一段距离，而且画的有点歪，然后领子部分对于可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法让这个角色低头，这对于一些角色的神态把握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肩甲部分的材质是比较软的，不用担心会影响手臂的可动性，这点还是挺不错的。产品里面除了手型以外呢，有附属一把光剑和一个法阵的特效件，光剑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透明件发色挺好看的，同时升华器上面的涂装也没有阉割掉，装上去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里面所附属的法阵是一片薄薄的塑料材质，不过上面所印刷的图案还是非常清楚的，与人偶互动起来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伽马未来玩法与价格还有性价比方面中规中矩，我个人认为购买优先度并不怎么高。下面一款德尔塔天爪，目前市场价360。OK， 我们看到这款德尔塔天爪的表现，外形方面这款绝对是泽塔产品线里面最复杂的一款了，但是这款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全上下的涂装以及金属涂装一层一层的处理的非常融洽，发色都很漂亮，挑不出问题，而且几乎看不到什么溢漆。小臂以及小腿上面的零件有用到透明件，底部的银色部分让透明件提亮，看起来更加漂亮。脑袋部分头顶的绿色水晶用到了透明零件，但是上面的这2个蓝色部分的水晶仅仅只是用到了金属色涂装。配件方面除了常规的手型和胸灯以外呢，还有贝利亚黄昏和恋刃的特效件。贝利亚黄昏分色方面做的还算是不错，嘴巴部分可以一定程度的开合，装在人偶上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整体的比例大小还是非常和谐的。里面附属的恋刃两端可以转动，中间连接的部分有做出闪电的造型，丰富观感。用里面附属的手型装在人偶上面差不多就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个给阿尔法装甲来使用。这款德尔塔天爪呢还有一个黑皮换色版本，就是这个迪斯修姆天爪，也是泽塔
塔产品线里面最贵的啦，要400块。是的，泽塔产品线就是这么没排面，还不够买一个艾克斯的配件包呢。这款迪斯修姆天爪呢，肯定是换色这个德尔塔天爪的，身上大面积的颜色是调成了这种黑色，整体的配色主要是换成了这种哑光黑，还有枪铁色2种颜色互相搭配来凸显层次。眼睛部分也是做成了这种淡蓝色。值得一提的是头顶部分的透明件，这次也是涂成了金属色的涂装。我们拿来和原版的德尔塔天爪来做一个对比，各位会更喜欢哪一款的表现呢？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德尔塔天爪一些啦。里面也是有附属一个贝利亚黄昏的，整体的表现和德尔塔天爪的相差不大。相较于德尔塔天爪是把那个烈日的特效键换成了这个迪斯修姆死亡爆裂的特效键，这玩意儿各位看着眼熟吧？和之前讲过的泽斯蒂姆光线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在前端新规了一部分，后端还是完全一样的。装在人偶上面与贝利亚黄昏进行搭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2款天爪呢，我认为造型还算是挺复杂的，同时价格也没有说多贵，素质我认为也还算是能看。如果手头宽裕的话，我认为还是能值回票价的。OK， 那么这就是这期泽塔完全测评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不要忘了一键3连。这个系列几百条素材制作是真心不易，投币过500的话，下一期测啥还是你们说了算。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